瞧见没？那寻人告示都贴了6年了，希望再大也该磨没了。哎，可不是，整整6年，鞋底子都磨穿了多少双，怕是那爷俩早就化成枯骨了。顾娘子，别折腾这些废纸了。大娘说句掏心窝子的，这6年你从南走到北，告示贴遍了大半个王朝，若人还在，早就找回来了。6年，2000多个日夜，李大娘，我这心确实已经死了。这就对了，隔壁崔家那个官夫你是知道的，老实本分，膝下就一个孤女，你嫁过去就是正头娘子。日子定在下月，总算能有个遮风避雨的窝熬到头了。听大娘的，定下来吧。陆清言，爹，这儿到处是畜生的粪味儿，咱们还回来这种破烂地方做什么？我找了6年的夫君，成了贵人；我疼了6年的普儿，叫我乡下脏妇。顾梅，好久不见。顾娘子，可还有什么顾虑？大娘，我是过来人，这村子里基本都是我牵的线，哪家不是和和门门的？隔壁崔家那个虽说是个官夫，还带个丫头，可人品没得挑。你嫁过去，他有个遮雨的屋顶，你有个知冷知热的人，搭伙过日子罢了。毕竟你也……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一个独居的女人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孩子，在这个村子里活着，像一棵长在路中间的树，碍眼也碍事。再说了，你都等了6年了，还想等到什么时候？那父子俩要回来早回来了，节哀吧。人呐，得往前看。当年就是靠这双手，把我的男人从阎王手里抢回来。他醒来时说不记得自己是谁了。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就不记得，反正命是我捡的，以后好好活着就行。后来日久生情，水到渠成，他娶了我，日子虽穷，倒也过得踏实。娘子，我和普儿去集市买些盐，去就回。顾娘子，我再想想。行，不过崔家那边也急着，他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。你要是愿意，赶明儿我让他来见见你。累了，真的觉得累了。那就往前看吧。顾娘子，瞧瞧谁来了。顾娘子好。还愣着干啥？进去说话呀！这是崔醋，崔家那口子，读过几年书，家里原先开着间小书铺，后来，不提那些。总之是个实诚人，让他跟你说2句。顾娘子，我嘴笨，不会说好听的话，只是往后有我一口吃的，就少不了你的。门口篮子里，便是我全部家当了。顾梅，这辈子我欠你一条命，拿1辈子来还。明明说好的1辈子，命运弄人，却这么短，短到连句告别都来不及说。顾娘子，我没事，快进屋坐吧。这就对了，我就说嘛，好事多磨。怎么不过来？爷，你叫什么？崔穗儿。穗儿，几岁了？漂亮姨爷，我4岁啦。
这父女俩也不容易。穗儿乖，去里屋数豆子玩好不好？你可知道我的情况？你不嫌我的名声不太好。我不信那些克夫克子之说，本就是无稽之谈。你夫君和孩子是失踪，怎么能怪到你头上？而且我听说顾娘子你这几年为了找他们，一个人跑了很多地方，受了很多苦。崔某觉得这样的女子很坚强。我可能没法再要孩子了。当年生皮儿的时候伤了身子，大夫说不要紧，我有穗儿就够了。你来了，她多个娘疼，挺好。我也不会说好听的话，就是往后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做的手艺还凑合，穗儿的衣裳、鞋袜我都能做。终于数完啦！日子我替你们算好了，下2个月18是个好日子，一嫁娶。好，崔生，这月亮门你要砌多宽的？不用门，直接打通，2间屋子并成1间。这是爹爹，这是姨，这是我。吃吧。怎么了？不合胃口？不是，就是很久没吃过家里做的热乎饭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穗儿出生没多久，他娘就病故了。平日里，崔硕就靠写字卖画为生，爷俩凑合着过，有一顿没一顿的。姨做的面真好吃，好吃就多吃点。姨，那你是不是就不走了？不走了。爹爹，姨说不走了，她说不走了。穗儿，以后别叫姨了。那叫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叫娘。我以后就有娘了，别人都有娘，就我没有。现在我也有了，娘。一阵暖风呼呼地从我心里吹起来，吹散了那些积攒了6年的阴霾。这汤有点呛。吃吧，吃完娘再给你盛。好。这棚子搭好了，等秋天到了，你就可以在这儿晒太阳，不晒得慌。好看。娘，再讲一个，再讲一个嘛！肚子里的故事都快被你掏光了，那就讲讲山里的狐狸精、河边的老龟，还有天上织布的仙女。娘，狐狸精后来变成人了没有？变成人了。那她过得好不好？好。是怎么个好呀？故事里只说了一句，从此过上了好日子。可好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，谁也说不清。我知道了，就像咱们现在这样，爹爹有了娘，我也有了娘，咱们住在一起，天天吃好吃的面，这不就是好日子吗？大喜的日子，总要贴点红的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哎呀，我说崔家小子，你行不行啊？可别到时候手抖的连盖头都揭不开。李婶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紧张啥？又不是头一回，我可看得出来，你这孩子脸皮薄，我怕你耽误事儿。姑娘等了你这么久，你可得争气。
娘子，谢谢你，让我和穗儿又有了完整的家。请你允许我供奉牌，每逢过节祭拜我那逝去的爷俩。他们其实人已经不在了。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想着他们，就像我也会想穗儿他娘一样。有些人是忘不掉的，你也不用忘。夫君，你也一样。想穗儿他娘的时候，不用瞒着我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去祭奠她。好。那我们一起睡吧。成亲以后，我们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，村里原先说闲话的人也都讪讪的闭上了嘴。崔先生这手字真是绝了！西家大伯，信写好了，您收好。崔先生字背笔墨还分文不取，这鸡蛋您千万收下。娘子，我带穗儿去集市买点糖，很快回来。去吧。不是崔佐，是我前任夫君陆清言。爹，娘住在这么破破烂烂的地方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来寻她？是我的碧儿，他们回来了。夫君，碧儿，真的是你们吗？怎么了？顾美，二爷，外头风大，可要加件披风。既然见了面，有些真相该让你知道了。顾美，我从来不是什么逃荒的落魄书生，我出身京城陆氏，家父曾居三品要职，当年遭奸人陷害，我重伤坠崖，才落到这山野里。三品，官家公子。现在冤案昭雪，我自然要回去。顾明，京城不比这小山村。如今我在京城已有正妻，沈氏与我门当户对，叔府儿现在叫陆知府，他天资聪颖，必须留在京城接受最好的教育。将来他要走仕途，留在这里只会混得累。所以6年前是你自己一声不吭的把他带走的。我找了你们整整6年，你知不知道我这6年是怎么过的？我为了找穿了的龙角野象，被人骗过，被弟弟欺辱过，甚至差点被人压死卖了。我在外头活得像条狗的时候，你在京城穿着锦袍做你的少爷。你成亲娶妻享清福，却连一封信，哪怕一个口信都不肯捎给我。在你眼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别闹了，太难看。过去的终究过去了，认清现实吧。当年走得急，京城那边局势波诡云晦，实在来不及跟你细说。后来呢？后来那2000个日子里，你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托人传个信。后来诸事繁杂，重振家名，打点官场，哪一项不需要经历？这一拖便拖了6年。好一个诸事繁杂！既然你过得这么好，既然你已经忘了我，那这次你为什么要回来？是来看我死没死吗？当年走得急，有些事忘了做。是什么？和离。和离？你找了我6年，就为了这2个字？娘，吃肉。是娘，不是酿，教了多少遍了？娘子，回来了，累不累？夫君，怎么在门口站着？这太阳又不小。今天天气好，想着你应该快下山了，就过来等你。等我做什么？药材又不会自己跑回家。小娘子，改子，进屋吧。陆清言，你火塞太多了。徒儿别怕，爹来了。哎，你啊你，真是个笨书生。我没事。他
没走。娘子，你要是不想见，我现在就出去打发他走，管他是什么官家少爷，在这儿他别想欺负你。不用，该来的总要解决，躲不掉的。你去照顾好穗儿，把门带上。这事儿别让他知道，孩子心思细，我怕他多想。你是崔苏，顾米的丈夫。丈夫？你们竟然成亲了？是，名正言顺，3书6礼。我要立刻见他。他刚醒，身子虚，经不起惊吓。陆公子，你要说什么，跟我说也一样。跟你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没关系，让他进来。顾梅，你回头看看那是什么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娘子，是知府的亲生母亲。陆家还没倒，我还没死，你竟敢背着我！你怎能背叛我？你怎么敢和别人又成了亲？你笑什么？你说我背叛？这6年，我为了找你们父子，翻烂了山头，磨穿了鞋底，我差点死在人手里的时候，陆大少爷在京城的高门大院里，正忙着娶哪位门当户对的娇小姐。你享尽荣华富贵，娇妻在侧，现在回过头来问我为什么要成亲？陆青言，你真觉得这天底下的道理都得围着你陆家转吗？随你怎么想，你来不就是为了那张和离书吗？我可以签，但在那之前，我有几个问题，你必须如实回答。好。在京城，他带碧儿可好？好。沈氏出身名门，皆是府里识大体，他待知府挺好。他小时候最不爱吃青菜，非得我剁碎了拌在肉面里，他才肯吃2口。现在不挑了，沈氏治家有方，规矩大，不许他挑食。夜里睡觉呢，他小时候最怕黑，屋里得留一盏小灯，他才能安稳睡下。现在也不怕了，沈氏给他配了专门伺候的小厮，灯更沈氏规矩大。我的碧儿在那高门大院里，竟是被生生教成了另外一个人。这些年，他可还记得我？顾梅，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不容易，这儿有1000两银票，足够你在这儿舒舒服服过一辈子。以后你若真遇上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，拿着这东西去京城陆府寻我，这是我能给你最大的补偿。补偿？体面？在你眼里，我熬干的6年就值这一叠纸？嫌少？做人莫要太贪心。你想多了，我不稀罕你的钱。这书我会签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户籍文书我都带齐了，只要你落了印，你我从此2清互不相欠。因为我还没想好，要不要让你这么容易就能走。陆青言，我守着这间破过屋子，每一晚都在想你们是不是横尸荒野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想用这一张就把这6年的日子抹掉，这世上没这么便宜的事。你这是无理取闹！我无理取闹？陆青言，你这么急着要这张纸，是因为京城府上那位沈夫人？看来我猜对了，既然那位等得起，你也一定等得起。顾梅，你这又是何苦？拖着这张纸对你又有什么好？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我想好了再说。你先走吧，和离书留下。等我哪天觉得这6年不那么痛苦，我会托人烧给你。大家都已经有了新的人，不要互相为难彼此。给你吃。这种乡下野果，也就那些没见识的丫头当着宝。走吧。爹，事儿办完了吗？咱们是不是能回京了？去客栈。爹，这路太脏了，孩儿的靴子都毁了。爹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回来这种地方？她真是孩儿的亲娘吗？可她跟孩儿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哪里都不一样。在京城，沈姨娘说娘亲应该是温柔体面的，会弹琴，会作诗，穿最精致的绸缎，头上戴着黄眼的金簪子。可刚才那个女人，她穿的破破烂烂，满手老茧，连说话都一股子药草味儿。在京城时，沈姨娘就常教导孩儿说，乡下人最是粗鄙无礼，让孩儿千万少跟他们沾边，免得带了一身穷子酸气。沈姨娘说，乡下人没规矩，见了人要躲着走，还说乡下人的手脏，到处是泥和茧子，绝不能让他们碰着孩儿的衣角。她说乡下人说话难听，粗俗的紧，让孩儿别学。还有，沈姨娘说，孩儿的亲生娘亲早就已经病死了，让孩儿以后都别再问了。可别死了，陆青言，你这一顿药材可足足花了我半两银子呢，半两银子能买多少斤肉了？
原来面条也可以这么好吃。守着他，守着普儿，守着这个小小的家，这辈子不做陆家的大少爷，也就这样了吧。二少爷，老奴可算找着您了。夫人这几年为了寻您，头发全白了，请您念在夫人的养育之恩，回京看看吧。我要娘，爹爹，我们要去哪儿？我要回家找娘。普儿乖，不哭了，爹带你去见奶奶。奶奶家住大房子，那儿有吃不完的糕点，还有好多好玩的，比家里好上10000倍。青言哥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沈瑜。青言，这丫头等了你这么多年，这些年为了你的音讯，她比亲妹妹还上心。这份情深意重，你千万莫要辜负了人家。这些年你到底是怎么过的？还有外面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年摔下山，伤重失了忆，被一个农家女救了回去，后来在那儿成了亲，生了布儿。那农家女子呢？现在何处？病死了。罢了，只要孩子平安回来就好。这孩子是个孝顺的，知道心疼你。孩子是最诚实的，谁给糖吃，他就记得谁。既然他已经忘了，我又何必再提？顾明，你那么聪明，离了谁都能活，你不会守着那间破屋子等一辈子。青言哥哥，这便是你所谓的病死了。这6年，我待知府如何，你心里清楚。陆家的名声，知府的仕途，出不得半点差池。你去找他吧，把该了结的了结了，我便原谅你。知署，收拾一下，随我出一趟远门。出远门？去哪儿？去看看你娘。爹，我们还回去做什么？那老虎子地方，马车都走不快，到处是土。沈姨娘说了，过2天我去西山踏青，还要放风筝呢。我答应了要陪她的，去不了可不行。知府，随我去见见她。那是你亲生母亲，你不见她，这事就断不干净。爹，陪人出门是要收辛苦费的。我去见她，耽误了西山踏青，又耽误了放风筝，50两银子不算多吧？娘子，陆青言他们在咱们家对面租了院子，住下了。你说什么？住下了？他不是带了和离书要我签吗？为什么不走？我这2天去县衙附近打听了，当年你嫁的人根本不叫陆青言，府儿户籍上登记的父亲名字叫陆青言。陆青言，陆青言，一字之差，那又如何？娘子，你不懂，若名字对不上，这份和离书在衙门就是废纸一张。他若不处理好这个名字，普儿的身份就没法重新备案，将来会毁了伯的仕途。所以他大费周章的住下来，还是为了他的儿子，为了他的仕途。我早该想到的。我不识字，这村子里谁都知道。小时候家里穷，爹娘请不起夫子，隔壁丫头都会写的大字，我学了半个月，写出来还是歪歪扭扭的。陆青言他读书识字，他怎么能连这都要欺负我不识字呢？他走的时候悄无声息，如今回来，竟是为了给他儿子的仕途扫清烂摊子。户籍、名字、出身，这些我从来都没想到的东西，竟是他必须留下的理由。多谢夫君告知我这些，那就办吧，让他把这些名字、户籍都办妥帖了。办完了，这桩烂事儿也就彻底了了。穗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跟人打架了，还是摔哪儿了？阿娘，山上有野鸡，穗儿瞧见他在那儿扑了，就想着抓住他给您补补身子，结果不小心摔了个跟头。看阿娘，傻孩子，妈不想吃，你是不是想吃肉了？
一会儿等爹回来，我让他去买点。再说了，野鸡会飞会跑，穗儿怎么抓得住它呀？但穗儿其实已经把它抓住了。你来做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别吃！鸡不是这么烤的，毛没拔，内脏没掏一掏，吃了要闹肚子的。我饿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爹说去镇上办事，早上走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我饿了一上午了。你爹就这么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？看什么看？这鸡是我捡的，我饿得慌才烤的。你撒谎！那明明是我用爹爹教的法子抓住的，我追了好久，摔了好几跤才抓到。你竟然把它抢走了！你饿了，怎么不来找我？你爹什么时候走的？早上，他说去镇上办事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可到现在都没回来。走，去哪儿？去我家，我给你做碗面。福儿，天凉了，这是娘熬了几个通宵给你赶出来的，你试试合不合适？你知不知道，沈姨娘给我做的衣裳都是从苏州运来的上好料子，一件就要20两银子。你这破布头，谁稀罕？我才不去！走吧，热乎乎的面出锅，刚好驱驱这秋天的寒气。那他呢？你放才不跟你抢，娘做的面，我想吃多少就有多少，管够。坐那等着。瞧，那不是那个京城来的小少爷吗？平日里傲得没边，在村口被二狗他们推成那样都不敢还手，怎么跑姑娘子这儿装孙子了？听李媒婆说，福儿在这儿很不受待见。前2天被几个大孩子围着推搡，他也不会还手，只会红着脸在那挨欺负。滚远点！再看我就像上次一样拿叉子插你们！面马上就好，急什么？你是不是真的很饿呀？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不能随便吃别人家的东西。可你不是别人家的呀，爹爹跟我说了，你是阿娘的亲生儿子，我们是你的亲人。你放心吧，我阿娘做的面可好吃了。给你吃，可甜了。甜不甜？怎么了？烫着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好像在哪儿闻过这个味道。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，锅里还有。好吃吧？我就说我阿娘做的面天底下第一好吃。谢谢，我会让爹付钱给你的。吃饱了吗？
我好像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？我小时候好像也吃过这样的面，一样的味道。嘿嘿，我就说嘛，阿娘做的面天底下最好吃了，不管是谁吃一碗准能记住。娘，普儿哥哥怎么睡得跟小猪一样？他是累坏了。别在门口站着了，进来坐吧。在镇上忙活一天，吃了没？怎么了？盐放多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真的好久没吃过这个味道了。阿娘，普儿哥哥怎么还没醒？我想把我的草蜻蜓给他看，想跟他玩。让他睡会儿吧，他大概累坏了。哦。那个位置原本是我的。走了。走了。我先把穗儿抱回去睡。好。你还喜欢他吗？我都数着呢，自打他回来都半个月了，你是不是看他穿了锦袍就瞧不上我这穷书生了？你说呢？我要是还喜欢他，这会儿已经在对院门陆家里坐着了，还签什么和离书？你这呆子，不过是看普儿可怜，给他做了2件厚衣裳遮寒，你竟连一个孩子的醋都要吃。那以后不许给他下面吃。若是他再来，必须收钱，1文钱都不能少。好，听你的，收钱。自我让崔次帮我验过了，户籍自纠衙门那边也通了风。怎么了，陆二少爷？你不就是为了这个回来的？顾梅，你真的想好了？陆青言，这话由你问出来，不觉得太荒谬了吗？急着要和离，嫌我这乡野妇人雷及陆家声誉的人，不正是你吗？6年了，你一声不吭的把孩子带走，让我在外头活得像个疯子。如今你回来了，轻飘飘的拿张纸要我画押，现在印也落了，你倒来问我是不是真的想好了？当初你踏上回京的马车时，可曾想过回头问我一句？这6年你锦衣玉食，可曾托人给我送来哪怕半个字书信？现在你装给谁看？我当初我真的想和离吗？在京城时，我告诉自己他已经死了，是为了陆家的门面，也是为了逃避沈氏的追问。可如今回到这儿，看着他坐在对面，我才发现有些事根本瞒不过自己的心。沈于待皮儿固然是极好的，锦衣玉食有求必应，可为何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？陆大人，知府在学堂里无故动手，竟把同窗的鼻梁都打断了，这简直是顽劣不堪！逆子，你竟敢在学堂行凶，看我不打死你！陆大人，孩子还小，同窗之间打打闹闹不是常事吗？那家的孩子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大嫂子，真对不住，是我没管好孩子。这篮蘑菇您拿着，给孩子补补，明儿我载他登门道歉。普儿，人家骂你是他的不对，可你动手打人，把人家脸挠出血，就是你的不对。可是
他先说我是没爹的野种。娘知道你有委屈，可拳头解决不了问题。听着，下次再有人骂你，你回来告诉娘，娘去找他理论，娘替你出气，但你绝对不能先动手，听见了吗？走，娘给你煮碗面去。我以前总觉得沈瑜给他的才是最好的，锦衣玉食，有求必应，让他活得像个云端上的贵公子。可现在我才明白，沈瑜那是无原则的溺爱，是在养废他。是知府写的，这些年我满心以为沈师会教好，却没想到他在京城只学会了斗鸡死，竟连字都不愿好好读，荒废了局面。昨天夜里亲自守着他教他写，性子躁，本写不出这种字。可他昨天在那儿坐了整整1个时辰，撕了10几张废纸，最后才勉强写成了这个。这一撇一捺写得这么重，我的波儿，这是在用这封信跟我求饶吗？顾梅，你要的补偿，这信里其实都写了，但这并不是为了让你原谅我。你教他写这些，费尽心思住到我对面，到底想说什么？顾明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和离了？我知道我欠你6年，我会用余生来补。陆青言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他等了你6年，你把他当什么？现在想回就要领回去。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那不是顾娘子家那个早死了的男人吗？妈呀，死了的男人诈尸回来了，杀人了！住手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听见没有？我不回去，我不要回京城，京城没意思。沈姨娘骗我，我要吃面，我要娘，我不要离开这儿。娘，阿娘，福儿哥哥怎么了？他为什么在地上打滚？他是不听话要被爹爹打了吗？阿娘，福儿哥哥是在学泥鳅吗？不，他在闹脾气。闹脾气就要在地上打滚吗？那穗儿可不学他，这么大个人了，真丢人呀！都不许打了，嫌丢人还没丢够吗？我不回去，我不回京城，我要娘，我要吃面。沈姨娘是坏人，她骗我，她说我娘死了，还说乡下人都是卑贱的，她骗我，我娘没死，我娘就在这儿。娘，你还要不要我？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？站起来，像什么样子？都不许打了！嫌这村里看戏的人还不够多吗？先回屋！谁要是再动一下，就立刻给我出去！乖，带着哥哥睡个午觉。在这里待着。陆清言，别闹了。面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当初我们在那间屋子里相处了那么多年，是有4年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消失的那6年，已经把那4年的情分一寸一寸全破灭光了。你走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还在等？我守着灶台，天黑了不敢关门，怕你们找不到家。你在京城锦衣玉食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托人给我烧过哪怕一张纸片1个字？你没有。这6年，你一封信都没有，哪怕是个口信都没有。你让我一个人守在这漏风的破屋里，等了6年，找了6年。我哭够了，绝望了，终于决定不再等了。如今你回来了，
穿着这一身好衣裳，带着个不认我的亲儿子问我要和离书，见我不肯如你的愿，你现在又后悔了，想让我进京和那位沈氏做平妻。不，媚儿，你听我说，我心里一直是有你的，这6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陆清言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你的心里有我，就是让我在山沟里自生自灭。家族重任，母亲逼迫，我真的没办法。身不由己，好一个身不由己！你身不由己的娶了高门大户的千金，你身不由己的让我的比儿认别人做亲娘，身不由己的把我这个救命恩人，你的结发妻子，枉在这山沟沟里整整6年。陆清言，你没想过我可能会死对吧？我虽然活下来了，可这6年里，我为了找你们父子，把眼泪都流干了。在那间破屋子里，我把日子过烂了，过得像个没了魂的野鬼。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了个男人，他是村里的老实人，没读过什么大书，也不会像你这样说那些动听的甜言蜜语，可他会把我的事儿当成他自己的命。我生病时他在床前守着，我难过时他就在旁边陪着。我嫁给他不是因为我把你忘了，是因为我记得太清楚，记得你给的那些疼，清楚到我不得不逼着自己往前走，逼着自己活下去。那皮儿呢？他可是你怀胎10月生下的亲儿子，你真的连他也不要了？陆清言，你没资格问这个，不是我不要他，是6年前你亲手带走了他。他在我怀里撒娇的时候，你带他走，问过我一句吗？而且他被你带走的时候，明明是记着我这个娘的，他记得我做的面，记得我缝的衣裳，他什么都记得。福儿哥哥，你刚才在梦里一直在喊娘，你真的不记得阿娘了吗？其实我一直都记得。那你为什么要欺骗阿娘？阿娘这些天偷偷掉了多少眼泪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假装不记得她，她得有多伤心啊！你这个大坏蛋！嘘，你小声理他。沈姨娘说过，如果我理了乡下的亲娘，我就再也回不去陆府，再也不能穿绸缎，也没人伺候我了。3岁记到老，6岁满街跑。这6年，沈瑜把他捧在手心里，用山珍海味塞满了他的嘴，用锦衣玉食盖住了他的眼。那些记忆，不是丢了，是连他自己都不敢，也不想挖出来了。陆清言，你真觉得这6年你把他养得很好吗？你教出了一个会审时度势，会为了荣华富贵亲手剜了亲娘心的好儿子。顾梅，你胡说什么？只有他只是年纪小。他昨晚亲口告诉穗儿，他什么都记得，他只是为了留在陆府，为了你那所谓的锦绣前程，才假装不认识我。陆清言，这就是你给他的好日子。陆公子，带着你那满身的锦绣，滚出这间屋子。陆清言，若你还念着往日那一丁点情分，带着福儿回去吧。我不怪福儿，她还小，分不清什么是真情，什么是荣华。但我怪你，也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从头至尾，我都没见过你那位京城的夫人，她与我并无恩怨纠葛。说到底，我们这2个女人，都因为你的懦弱和自私，成了苦命人。客官，潮水不等，上船了。那是我昨夜找了柜底的旧衣裳，连夜改出来的。针脚走得急，可我里头续了厚厚一层新棉花，够他撑过这个冬天了。客官，潮水涨上来了，再不上船真就赶不及了。走吧。等等，给你吃。我刚才没忍住咬了一口，你千万别嫌弃。娘不嫌弃，别太辛苦，下次再。回去一定好好读书，听见了吗？嗯。娘，我也要擀面。拿去玩吧，小皮猴。真漂亮，咱家普儿捏的最好看了。阿娘，普儿哥哥走了，对不起，穗儿不小心睡着了。没关系，他走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等他学会写娘字的时候。那他会写了吗？快会了，他已经在学了。哦，那下次他回来，我要教他写穗儿。好，
你教他。走吧。晚上想吃什么？面。又是面。那你想吃什么？面，少面，多肉末。呆子。再打个蛋。好。穗儿的那碗不要葱，她不爱吃。知道。我也知道。夫君，谢谢你。娘亲。青山不老绿